是圣洁美啊，已经快要3个月了哦。经前症候群真的改善的蛮明显的，抗老产品600到1000吧，300多买到个 A 醇的保养品，我觉得还蛮值得试试看的。Hello， 我是薛06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呢？最爱买平台之一 iHerb。我前阵子呢又购买了几样产品，想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混合肌偏油的肤质，你在找 A 醇、果酸或者化妆水等等，以及呢跟我一样有经前症候群的话，你都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哦。那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因为现在就是还蛮早的，我的声音还没有开嗓，请大家务必要开启下面的字幕哦。这次我买的所有东西里面，我觉得最地雷的就是我觉得不要买的产品护唇膏，有机唇膏系列，然后4支装，每支 0.5 盎司，就是 4.25 克。买的时候它总共有4支，不过我当初收到的时候，我有一支呢就直接送人了。3支我都开过了，不喜欢它的点就是它的香味超级重，它有一种很重的香味，是做这种软管设计，我不喜欢。如果你本身是不喜欢护唇膏有味道的话，这个护唇膏一定要避开。但是呢，我只能说香味就是非常的看个人，所以当初我收到护唇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没有很喜欢，比它好用的护唇膏太多了，所以这个护唇膏是我不会再回购的。那接下来这2个呢，一个是圣洁美，一个是鱼油。圣洁美纯素食胶囊400毫克，里面有100粒，目前吃是还蛮有感的。吃它最主要是因为经前症候群的关系，我就是有上网爬文，其实经前症候群啊蛮适合吃圣洁美的。那我先说一下妇科问题啊，你第一时间呢还是必须先去看妇产科，确定身体是没有生病的，你再去靠保健食品呢去做保养或者调理，吃圣洁美啊，吃鱼油啊，吃钙镁锌啊，就其实对女生都很好。那我之前呢是有看过妇产科，就是我是属于原发性的经痛。以及呢，经前症候群也很明显，就是会胸胀啊、焦虑啊。然后呢，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有运动，虽然我觉得运动也是有稍微改善，但是我想要看能不能再继续让它变得更好这样子。是圣洁美啊，已经快要3个月了哦，经前症候群真的改善的蛮明显的。所以如果你本身有经前症候群的困扰的话，检查过妇科啊等等都没有问题，尝试吃一下圣洁美的保健食品以及鱼油。那这个鱼油呢，我也是回购很多次，我在之前就有分享过。那这鱼油呢，就是 Omega 3优质鱼油，那本身也会抗身体发炎，所以鱼油呢，其实前阵子我就在吃了。吃了鱼油以后呢，我还有再补充圣洁美这样子。然后这2个呢，要注意它是不能在生理期吃的哦。金缕梅爽肤水，我是买无香型的，但是没有香味的哦。然后里面也是没有乙醇成分的，质地非常的水状。在使用这瓶化妆水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倒在化妆棉上面，然后进行擦拭。它是由美国金缕梅、芦荟、葡萄柚种子制成的，它有美化提亮的效果。我有时候买东西就是会觉得，它畅销，它很热门，它很难买，所以我就很有兴趣。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就前阵子也买了它。那我发现它其实对混油肌蛮友善的耶，就是平衡油脂分泌啊，然后它也会有镇定皮肤的效果。那我在夏天的时候使用它，其实我觉得感觉还蛮好的。有时候白天我只会单擦它，然后不会再上任何其他保养品。干肌的话，它的保湿感可能会对你比较不够，但是我觉得混油肌以我来讲的话，夏天单擦它就 OK 了。像金缕梅，它功效收敛毛孔啊，会减少粉刺啊。那我是觉得它对于收敛毛孔，我是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粉刺跟痘痘这一个，我是觉得蛮有感的。至少我觉得我最近的皮肤状况还蛮稳定的，分享给你们哦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这个果酸的化妆水以及 A 醇毛孔清理 AHA 水果爽肤水，但是我就简称它叫做果酸的化妆水。那这个果酸的化妆水呢，我在使用的时候一样也是把它倒在化妆棉上面进行擦拭。那我擦拭会比较针对像鼻头啊、跟两颊还有下巴这里。
去黑头啊，去粉刺，我个人觉得蛮有感的。我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皮肤摸起来的触感就是滑滑的，我觉得还蛮好摸的。不过这瓶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本身是果酸，所以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，你可能要斟酌，或者是它的量你可能要少。因为前期我在使用的时候，我必须说，我的脸都会有刺跟痒的问题，就是会比较不舒服。不同人使用会有不同的感觉，因为像我姐姐用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人吧。那虽然我会刺会痒，但至少没有到红，因为假如整个红起来就糟糕了吧？我觉得应该就是过敏，就不适合。但至少我觉得没有发红的问题，它就只是会刺会痒，然后我觉得不舒服，我再把它洗掉这样子。一周用个1-2次或2、3次就可以了。然后最好晚上使用，白天一定要防晒哦。用这瓶白天一定要防晒。现在 A 醇很红嘛，因为 A 醇它本身就是有逆龄啊、修护啊、提亮等等的效果。那当初为什么会买这个 A 醇的精华，就是因为我看它也是网络上的热门产品，是卖到缺货，然后看到上架以后，我就太好奇，就把它买回来了。那其实关于视黄醇就是 A 醇，那它的实际的 A 醇容量有多少我不太确定，但是我目前使用它，脸是没有出现干燥或是脱皮的状况都没有。它的 A 醇的趴数呢，应该还蛮低的。然后就是关于我们想要抗老的话，现在 A 醇是必备的产品。个人在使用它的时候，我一定是在化妆水过后我再使用它。那我觉得它的量不需要太多，我每次用啊都用不到1管耶，顶多半管这样子，因为它本身延展性真的很好。我用到现在我是喜欢的，它的整个质地跟用在脸上的感觉我都完全没有不舒服哦。甚至呢我还会用它眼尾附近啊，我都会稍微带过，也不会造成眼周不舒服。使用过程呢我都是喜欢的，用到现在我是觉得可以理解它缺货原因。真的整体来讲我觉得 CP 值算是很高，售价也很可爱啊。这瓶的售价好像才大概300多而已，我觉得真的算是蛮便宜的。抗老产品好像至少都要600到1000吧，300多买到个 A 醇的保养品，我觉得还蛮值得试试看的。好咯，那今天就是我分享这次我买的这几样产品的一些心得，就是除了这个护唇膏我本身不爱以外，其他产品我个人觉得没有踩到任何地雷的。那如果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呢是你在 iHerb 上面买过什么你觉得也是很好用，你想分享给我的话，也不要忘记留言哦。好咯，那今天影片就这里，如果喜欢我影片，可以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